美日伤害不够，韩国来凑，但不太巧，就出境游，中国来了一招杀鸡儆猴。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消息显示，中国于近期公布了第二批恢复出境团体旅游的国家名单，然而韩国仍然没有入围。对此，部分韩国人破防纷纷表示被针对。明明尹锡悦政府都已经取消对华限制措施，而怎么中国人还是不来呢？据悉，自3月11号起，韩国政府正式解除了自华入境人员的行前检查以及需要提供72小时核酸检测的要求。也就是说呢，中国公民如果再到韩国，不需要提供新冠的阴性证明了。而对此，尽管韩国政府解释，这是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境内疫情平稳发展，而中国游客入境韩国落地检测阳性率很低。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不过是尹锡悦政府为自己解除对中国游客采取的限制措施找的借口罢了。而因为对中国尤其采取歧视性的措施，韩国旅游业始终无法恢复，经济呢也持续低迷。基于此，韩国开始解除中国入境的限制。可即便是这样，中国人仍然没有来。加上第一批公布的20个出境游试点，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团队游的国外目的地已经超过了40个。而前后2批名单当中，一向热门国家的韩国却不在名单之中。而面对这一情况呢，让挣不到钱的韩国人有些着急。至于为什么，想来韩国人心里也很清楚。纵观世界各国呢，欢迎中国游客的国家很多，韩国自身的旅游资源并不是不可取代。加上前段时间区别对待和歧视中国游客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今呢，怕是给不少的中国人心里造成了阴影。这么一来，就算中韩恢复了人员往来，而这种恶劣影响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消除。当然，消除恶劣影响还是后话。现在韩国人最着急的是，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开放赴韩团体游？就如上述所说一样，或许不少韩国人会认为这是在被针对，但是否是针对，韩国政府是最清楚。就在中国逐渐对外放宽限制之际呢，韩国正在与美日两国继续就有关中国的敏感话题进行挑衅。在接受美国相关网站采访时，韩国外长朴振提及台湾省，意在威胁中国不要武力解决台海问题。而在其看来呢，台海的和平稳定对于半岛的和平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台海发生事情，那么韩国方面则需要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对此，他强调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把台海问题与自身的国际安全捆绑在一起，韩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美日就台海问题也没少叫板大陆，现在呢是美日所构成的伤害不够，韩国来凑吗？要是这样那韩国可谓是凑得不够巧，那么该国很可能成为了中国杀鸡儆猴的关键目标。而中国的忍耐当然也有限度，美日等国家已经接连触及我国底线。韩国此时呢紧跟着搞事情，相当于主动送人头。基于此，中国外交部在发出警告之后，此番再度把韩国排除在出境游团队游的名单之外，也不排除教训的同时，也是在向美日等国家发出警告。以中国今天的实力，有的是办法让其他国家感觉到疼，而韩国政府也该反思，用实际的行动改正错误，才是赢回中国游客的第一步，而不是没诚意，只想靠中国游客赚钱。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